男人啊，都想找个会煮饭的、照顾父母的、性生活协调的女人。我刚好达到他们的理想。男人爱我，给我钱，我收了，我有错吗？其貌不扬的女人却是个高段位的女海王，在其他女人还在外貌上进行激烈雌竞时，她已经开辟了另一个赛道，独创斩男温柔刀，且无往而不利。看似正常的男人遇到她之后会疯狂痴迷，不仅自愿把所有身家给她，甚至还会因为她的离开而自杀。别以为这只是虚构杜撰的故事，在现实中她可是有原型的。她就是日本被称为平成毒妇的木岛佳苗。在曾经轰动一时的木岛佳苗连续骗婚杀人诈骗案中，有6人因她失去生命。即使在入狱后，她依然拥有许多拥护者，甚至还在监狱中结了3次婚。电影《恶女》中展现了她的成功密码。她的技法不算高明，但胜在精准定制。她利用了人性的弱点，更直白点说，她无限迎合了某类男人的痒点、痛点和爽点。她报60万一期的高级烹饪课，只为满足男人的口腹之欲；服侍对方失能的父母，只为缓解男人生活中的压力；亲昵照顾男人的生活起居，只为让男人感受像宝宝一样的偏爱；买男人翻译的书，只为让男人满足被崇拜的虚荣心。为了达到目的，做小伏低、讨好逢迎只是基础操作，他还会针对不同男人的心理需求，提供全方位的精神或身体安抚。更厉害的是，他双商奇高、强大、冷静，只把目标锁定在年长的男性身上，因为这类男人正好拥有大把财富，且感情生活极度匮乏，他们内心空虚，渴望着他所提供的情绪价值，所以更好骗。他把恋爱当作事业来经营，像职场卷王一样卷着自己的恋爱人设，提供超出预期的情感服务，不仅成为被爱的女人，还拥有了别人可望不可及的富贵生活，所以他值得拥有一个名字，请记住，他叫秀兰。秀兰之所以成为被告，是因为他遭遇了2个精致利己主义者的组团围猎，其中一个围猎者是他新目标的女儿丽美。丽美长得漂亮，是一个事业成功的新闻主播，未婚夫是一位优秀的牙医，无论事业还是感情都称得上是人生赢家。但丽美不是什么小白花，她是现实层面上的行动派，也是谋取个人成功的斗士。为了职业前途，她会人为制造社会舆论新闻，比如成为政客的编外幕僚，为政客特意安排爱心事件赢取民心。只要有利可图，她不在乎什么公道和真实。作为一个极致的功利主义者，她怎么会轻易相信一个来历不明的女人打着真爱的幌子突然出现在父亲身边？所以她准备把秀兰踢出生活范围。而另一个围猎者是李检察官，这位公职人员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找到升迁的突破口，而出现在他眼前的烧炭自杀事件就是很好的机会。根据查到的消息，3起烧炭自杀案件都和秀兰有关，也分别涉及了40万、160万和220万的转账往来，但没有实质性证据可以证明秀兰杀人。李检察官自然不会让机会就这样白白溜走，所以急于立功升迁的他，在明知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依然利用媒体干预，把秀兰推向了舆论风口，势必要让她成为自己仕途的垫脚石。在2个掌握社会资源的人面前，秀兰几乎没有反抗的余地。借着舆论施压，李检察官的计划得逞，在没有直接证据的情况下逮捕了秀兰进行立案调查。而丽美趁着秀兰被抓走的空隙，从父亲那里骗取到秀兰家的门禁密码，带着自家记者登堂入室的进行了现场直播，污蔑式的报道一个蛇蝎妇人的豪奢生活。之所以下此杀手，一方面是阻止秀兰继续接近父亲，另一方面纯粹是因为私怨报复。原来就在几天前，他独自找到秀兰，让她离开父亲，却在秀兰的回击下毫无招架之力。对了，你看到了吗？这是我们的婚戒，1万多块。你爸爸说啊，不要太奢侈，钱还是我先付的哦。你们登记了啊？不好意思，你爸爸还没有跟你说啊，对不起对不起。啊，汤好了，喝一口吧。秀兰的狂妄激发了丽美的报复心，但这场闹剧最终因为证据不足，秀兰被判无罪释放。不过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没达到目的怎能轻言失败？丽美转头就主动找到李检察官，想与其合作，继续调查秀兰，以确保父亲安全。就这样，他们一个提供独家信息，一个进行新闻采访，对秀兰合作围剿，但得出的结论却不如人愿。之前的受害者家属都在夸奖秀兰，不相信她
是杀人凶手。当丽美犹疑下一步要如何推进时，事情就迎来了转机。秀兰如法炮制，要到丽美家的门禁密码，私自潜入并守株待兔。她因为丽美带记者去自己家偷拍非常不悦，但动怒失控不是她的风格，刚好她很擅长用最温柔的语气说最狠的话。我看了你的衣柜，还看了你的婚纱照，我应该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秀兰示威般的教丽美如何成为受欢迎的女人，因为她在丽美父亲那里得知丽美的牙医未婚夫在前些天突然逃婚了。不得不提一句，这个未婚夫他就是秀兰选择目标的年轻版。这个男人也是通过衡量利弊选择了丽美作为结婚对象，但丽美的优秀更多体现在事业上，不能满足未婚夫对完美女人的期待。他不仅想要一个贤妻良母，还想要一个配合他荷尔蒙的床伴，因为达不到心理预期就毫无责任的出轨逃婚了，而后却又舍不得丽美的现实价值，回过头来祈求丽美原谅。看到这里，是不是可以理解秀兰屡战屡胜的恋爱战绩了？未婚夫想要的，秀兰都可以提供。丽美不想面对这样的难堪，她所鄙视的秀兰竟然大言不惭的走到她面前，堂而皇之的传授她遇难心得，还送她性感内衣。于她而言，这无疑就是赤裸裸的挑衅。作为回礼，她恶意剪辑了被害家属的采访视频，又一次人为的制造新闻舆论，让秀兰再次变成嫌疑犯，被羁押带走。就这样，两个围猎者，一个私仇得报，一个升迁有望，都愉快地品尝着胜利的滋味。至于真相如何并不重要。得逞之后，丽美假惺惺地应付着父亲的焦虑，表面陪同父亲去看守所探视，实则去向秀兰反击示威。而落入如此境地的秀兰，情绪依然稳如泰山，毫不慌乱，甚至还饱含深情地让丽美父亲相信他。即便在庭审现场，他也稳定输出，不仅提出案件核心症结，我钱都收了，我为什么要杀人？还有闲情逸致和丽美父亲进行情感互动。心理强大如他，的确很难让人不爱。对啊，他说的完全没有问题啊，他都已经收到钱，干嘛要杀人？记者同事的话也戳中了丽美的疑虑，不过此时的她把思考权让给了李检察官，在李检察官编织的谎言中轻易交付了信赖。剧情发展到这里，小生也忍不住要质疑，凭女主这明显拉胯的智商和情绪管理能力是怎么混到社会精英的？自己本身就常为政客洗白，深谙官场，怎么能被一个小小公务员牵着鼻子走呢？好吧，一切都是为了剧情需要。回到故事线，私底下的丽美不得不承认，她已经被秀兰深度洗脑。她活学活用，利用李检察官进行升级版魅力测试，果然效果显著。不过她还没达到秀兰的段位，在恋爱脑的驱使下，不仅对李检察官形成了心灵伴侣的错误认知，还成为了被李检察官操控利用的棋子。所以即便焦急救妻的老父亲搜集了足以让秀兰脱罪的有力证据，在李检察官别有目的的煽风点火中，他也完全丧失了判断力。所以何秀兰有在这2个时间出现在金饰店或是超市？没有。果然是个骗子。李检察官看到丽美如此好骗，索性乘胜追击。何秀兰呢，她在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上网购买木炭。我知道，这报道都报过啦。对，但是有一件事情没有人知道，她进看守所前最后一次买木炭是要寄到你家给你爸。什么？他们在登记结婚之后，他就帮你爸买了寿险，受益人是他自己。李检察官轻松改变了他的注意力，利用他救父心切的心理，蛊惑他再次制造了一次新闻事件，并让他亲自出镜直播，以受害者家属的名义指控秀兰有杀人嫌疑。如果何秀兰小姐没有被定罪，她一定会回来找我爸爸。我只是想要保护我爸爸。显然，这个新闻不仅干预了舆论，还干扰了法官的判断。秀兰在直接证据不足的情况下被判死刑，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因为这个案件，李检察官求仁得仁，有了政绩，变成了惩恶扬善的英雄，仕途可以扬帆直上了。丽美的利用价值显现出惊人的效果。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李检察官还和政客幕僚私下来往，两人里应外合的利用丽美继续制造新闻舆论，促进了李检察官的
进一步升迁，而丽美还沾沾自喜，和这个男人庆祝爱情和事业的双丰收。此时的丽美只在乎达到目的，甚至没有回头看一眼老父亲因为失去爱人是如何的痛苦，看着女儿就是导致爱人被判死刑的直接推动人是如何的失望。这个为了女儿奉献一生的老人，在稍微感受到爱情的时候，被女儿亲手掐断了可能性。他绝望地选择了烧炭自杀，并在遗书中陈情，希望以自己的死换取秀兰案情的转机。丽美为他的自以为是付出了惨痛代价。他不明白为什么父亲至死都在为一个杀人犯辩解。备受打击的他向领导递上辞呈，没想到要不要留职停薪就好？不好意思，副总。或者你再给我们一个独家再离职呢？直至此刻，他才发现自己原来和领导是同一种人，这种无情扎在自己身上，才知道有多疼。巨大的家庭变故让他想起了那个在逃未婚夫，只有这个从未卷入此次案件的圈外人能令他感到一丝安心。不过悲伤还未度过，又来了一道惊雷，也就是这道惊雷让他走上了彻底的黑化之路。政客幕僚和李检察官私下往来的事浮出了水面，被这两人蛊惑的一幕幕画面冲上了丽美的脑门，他的理智瞬间回归，他发誓要知道所有的真相。接下来就是他的表演时刻，先是假装伤心过度，以不敢自己一个人在家为由，提出去李检察官家暂住。碍于情人关系和丽美的价值，李检察官同意了他的请求。入住后，他机警地侦查一切蛛丝马迹，顺利找到之前父亲提到的证据，证明了李检察官利用他误导舆论的事实。愚蠢地被利用，间接害死了父亲，这个认知让他几乎出离愤怒。为了求证事实，他再次去了监狱见秀兰，确认秀兰并未蛊惑父亲自杀，且买来的木炭只不过是为了做饭，而证据就在60万一期的烹饪课上。当丽美看到老师熟练介绍如何在家使用木炭烹调食物时，她明白了，她一直以来冤枉了秀兰，因为个人偏见才会导致李检察官有机可乘。她恨自己，更恨李检察官，并未洞察出丽美变化的李检察官还不知道她的死期将近。因为工作受阻，他再一次暴露想要利用丽美的意图。丽美，你觉得你会留职停薪到什么时候呢？我没有想要回电视台。你能力这么好，你不觉得很可惜吗？他需要丽美这把舆论利刃继续为他的仕途开路，而丽美不想因为再一次的误判造成不必要的悲剧。他要找到李检察官非死不可的实证。他耐心地潜伏着，终于等到电脑的开机密码。等他打开电脑，亲自验证了李检察官的背叛行为后，彻底崩溃。终于他等到了行动的时机，复制了父亲自杀的形式。首先给李检察官递上掺了安眠药的美食，再在精神上进行报复，恶劣的告诉李检察官他要分手，而且他还有一个要结婚的未婚夫。最后对他进行了肉体消亡，制造了一个神不知鬼不觉的烧炭自杀现场。大仇得报，而属于丽美的表演还没结束。她回归到未婚夫身边，扮演着合格的贤妻良母，甚至成为配合的床伴。她变成了另一个操控男人情绪的美艳版秀兰。细思极恐的是，未婚夫说这就是他梦想的生活，而真实的丽美彻底掩藏在笑容之下，看着邋遢不修边幅等着妻子做饭上桌的老公，他手里的刀充满了嗜血的疯狂。鄙视秀兰，理解秀兰，成为秀兰，这就是丽美踏上的恶女之路。而牢狱之中的秀兰是否杀人，影片从始至终没有交代，秀兰说的话也无法辨别真假，但她因为这一席话为自己博得了命运转机。你为什么把我爸保险金受益人改成我？因为志德最爱的人是你。我只是想要让你知道，我喜欢你爸爸是真心的。但他也是因为你死。是吗？真的是因为我吗？如果真的是因为我也受到惩罚啦，不是吗？这段话是否是他刻意为之，用来赢得丽美的信任，我们不得而知。也可能他说给丽美的所有话都是谎言。但2年后，在丽美的操作下，他被改判无罪释放，至此故事落幕。以下是小生的一点个人看法。从道德和法律层面看，秀兰这个人物充满了争议性，但是从职业角度看，她始终保持了极高的职业素养，从来没有情绪失控，声音总是温柔的，着装总是得体的，付出
总是主动的，他把爱情视作交易，无论是精神上还是生理上，他提供着令客户超出预期的服务质量，所以他对于收钱没有任何心理负担。结束一段情感关系于他而言只不过是辞职，而在过往的顾客中甚至还保留着对他的好评。他在每段感情里扮演的角色几乎都是辛苦的劳工，他没有学历，没有美貌，最开始只能选择做按摩女郎，但抓到机会他就会往上爬。所谓精英的虚荣心可贵，他的虚荣心也不低贱，他不断修正自己，将自己磨练成适配客户需求的工具，来换取自己想要的生活。从这个角度上看，他无疑是成功的，所以丽美才会去模仿他。丽美的先天条件比秀兰优越，一旦经验积累到秀兰的等级，他会更成功。运用自身天赋，凭借自身努力获得想要的东西没有错，但通过洗脑、诱导自杀、谋财害命就是犯罪。当然，给一个人定罪是需要证据的。小生看来，电影并没有批判什么，只是通过故事提出思辨。另外，代表正义的公职人员借着新闻舆论造势上位，不惜诬陷置人死地的李检察官，比秀兰高尚吗？衡量利弊，选择优秀事业型女友，还意淫着兼得贤妻良母加床上尤物的未婚夫，比秀兰高尚吗？为了拉拢政界助力，欺骗师妹，利用师妹制造舆论的政客幕僚，就比秀兰高尚吗？这些标准的男性形象，每个人的膨胀私欲并不比秀兰和丽美少，为何只有秀兰和丽美被冠以恶女的称号？这些男人是否也能被叫做恶男呢？电影终归是电影，现实中我们大概率不会遭遇如此密集的恶人围攻，但小生看完这部电影，更深刻理解到防人之心和强大自我的重要性。选择一个错误的恋人或朋友，轻则失财，重则要命。在任何领域，想要赢得别人的青睐，首先需知道对方想要什么，而后要舍得投资，舍得吃苦，在专业领域持续深耕。还有精神力强大和情绪稳定的人，做任何事情都更容易成功。弱者才会想着依附，强者时刻在练习如何付出，如何得到回报，因为做赋予者远比做索取者要高级得多。